Yes, you're an idiot, okay? But that's okay because I'm an idiot. And we're all really just idiots here. But I'm gonna show you the... OK， 口吐芬芳，我刷个视频得罪谁了呀？既然如此啊，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啊，作为一个白痴，我们应该怎么去交易啊？这位光头老哥叫做 Nick Shawn， 关于他的操作方法，我之前其实做了一个视频啊，但是他的方法风险比较高啊，所以那个视频里面就有不少嘲讽的声音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再接再厉啊，我们再做一个。Nick Shawn 根据他最近发布的视频啊，好像是他的理论有所变化啊，他之前的这个交易比较杂啊。现在的话，它就是只交易这种极度扩张的外汇市场，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行情啊，就是市场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持续的运行，不回头啊，然后它就反向的进行操作啊。我这里其实已经测试了它的这个方法，就反正就是不出意外啊，资金曲线肯定很好啊，很好看啊，毕竟有网格嘛啊。那么为什么说他只交易这种信号呢？因为他认为啊，这样的市场条件啊，反转的概率最高，也就是他追求的是非常极端的均值回归的条件啊。但是这种条件啊，它在单个的外汇市场发生的概率，尤其是货币对上，如果你追求极致的扩张啊，那么发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啊。交易条件可能就不是很多啊，所以 Nick Shawn 他是交易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交易品种啊，去弥补这一点啊。那么针对于他所说的这个极度的扩张啊，网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实现方式啊。我今天呢也是测试了其中的一种啊，感觉还可以啊。并且我增加了一个操作之后啊，应该能让上一个视频啊那些嘲讽的声音降低一些。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参数啊，先看一下这个 EA 的参数啊。对了，这个 EA 啊，我还是会像之前一样，之前的 EA 一样，我还是会放在我们的这个网盘上啊，有需要的你可以自己去下载啊，进行测试啊。第一个参数呢，就是可交易品种啊。我这里呢，基本上就是把交易量比较大的一些主流货币对和交叉货币对放进来了啊。但是我是剔除了这个日元相关的啊，因为日元上的这个趋势性啊，有时候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可能不太适合这种均值回归加网格的交易方式啊，但是具体的我应该是测试过的啊，我也忘记了，感兴趣的你可以自己把这个日元的这个货币对给加上去测试一下啊，我这里就不带日元了啊，然后就是手术啊。魔术号啊，然后这里的这个30天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回溯天数啊，其实就是在比较当前时间与前面的30天相比，我们的涨幅究竟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设定的一个标准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这里的这个3%啊，也就是我们过去的30天的这个涨幅，如果超过了3%啊，涨幅或者跌幅超过了3%，就触发我们的这个初始的这个开仓信号啊。然后，如果开仓之后市场反向，我们的补仓会在多少进行补仓啊？就是这里的这个0.5的参数啊。再接下来就是止盈，这里的止盈是指的你做了多少笔交易，而你每一笔交易需要赚多少钱啊？就是设定在这里啊。然后这个钱的单位是，你使用的这个单位啊，我这里就是 USD 啊。然后就是马丁，也就是如果你开启的话，就是在当你加仓补仓了多少笔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仓位啊进行扩大啊。这个功能的话，其实我不建议开启啊，因为风险太大了啊。然后就是回撤保护，就是常规理解的，就当我们的这个账户的 max drawdown 达到多少比例，比如说我这里设置的是40%，达到40%之后，我们就全部砍仓，全部进行止损啊，然后暂停交易啊，这里是暂停的小时数。但是这个功能啊，我建议是只在
回测测试中使用啊，因为我们这个账户上可能还会交易其他的这个业，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类似的这种功能的话，我建议你单独找一个专门的，或者你自己写一个专门的这种净值回撤的控制工具啊，去进行整体账户的控制啊。然后最后的功能就是我们的提现啊，也就是我们常规的使用这种交易方法的一个保险啊，一个措施啊，就是一定要勤提现啊。然后我这里的话就是给大家测试一下，我这里是打算测试的比较极端啊，就是100U啊，只要赚100U我就提现啊。但是常规的这种使用方式啊，其实是把这里的盈利金额和提现金额设定成为与你账户的初始金额相同啊，也就意味着当你的账户净值 double 啊翻倍之后，你就提出本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而我在测试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如果是比较极端的提现啊，比如说每赚100我就提100啊，这样的方法啊，这样的方式啊，执行下来这个效果其实还可以啊，并且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提现，它可能对于某些同学的这个心理考验会觉得比较好啊，比较有安全感啊，就是只要我跑得够快，他爆仓就跟不上我啊。开个玩笑啊，我们这里只是测试啊，并且这种功能啊，你也只能用在测试中，因为在实盘环境下 MT5 是没有这个接口或者说相关的代码可以让我们去进行自动提现的啊。你要提现，你只能去手动的去转出金额。好，我们在盘面上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下方可以看到，我们是打开了非常多的这个图表啊，因为我们要在非常多的这个市场上去寻找这种所谓的这个比较大的市场扩张啊。然后我这里就以这个美加进行举例吧啊，当市场捕捉到前方30天的这个涨幅啊，这里是涨幅有超过我们的设定的值，比如说我这里设定的3%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进行开仓啊。那开仓之后呢，如果市场继续还是一意孤行啊，那我们就也一意孤行啊，我们就进行补仓啊。当然这个补仓的标准呢，也是根据我们这里设定的这个补偿的百分比来进行设定的。然后就是止盈啊，每一单都有止盈啊，这就是它的这个交易条件啊，是非常简单的啊，确实太简单了，就没什么太多可以论述的啊，就这些内容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就非常容易理解啊。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可视化模式关掉，我们直接把它运行完啊，看一下它在这么多的这个交易品种下，从2015年至今的一个表现。好，我们这里是先不启用这个提现功能啊，我们执行。OK， 资金曲线并不意外啊，因为这种策略它的适应性还是很高的啊，只要不遇到极端的行情啊，你总是能看到它是在盈利啊。但是为什么我说我这里要剔除掉日元呢？就是因为日元的这种趋势性啊，相比其他货币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像这种策略啊，你放在它身上啊，就是极有可能是爆仓的啊，是要爆仓的啊，这是大家在评估类似的这种策略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的这一个点。那我们再演示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啊。好，那我们再演示一下这个提现啊，就是赚一点就疯狂提现啊，疯狂落袋为安啊，这种方式啊，表现究竟怎么样啊？
算了，我还是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常规的这种double 在提现的这种做法啊，不然大家待会儿看这个疯狂提现的这种资金曲线的话，可能不太好理解啊。我这里先演示一下这个常规的做法。最终呈现的这个资金曲线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这里是赚1万，然后提现1万，它的这里的账户净值就不会连续了，它会这样骤降下来，然后赚1万提1万，赚1万提1万，赚1万提1万，赚1万，最终结束啊。如果哪一天，比如说这一天它爆仓了啊，那么最终的爆仓金额就是1万啊。你前面的这些已经提现的啊就不影响了，那就是你赚的啊。好，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更加极端的疯狂提现的一个结果啊。好，这里测试的是赚100就提100啊。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曲线是非常的难看啊，但是这并不是说策略没有赚钱，策略一直在持平啊，而是因为我们调用的这个 MT5的提现方法，它反映在这种非常极端的提现的金额的时候，它反映在这个资金曲线上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测报告啊，就知道赚了多少啊。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这种疯狂提现的方式啊，最终的盈利金额是3万9啊，3万9。相比之前的这种方式7万9来说，它是少了4万的盈利啊，少了还挺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两种方式啊，不太好比较啊，就不能放在一起比较，因为这种疯狂提现的方式啊，它更多的可能是给我们心理上的这个安全感啊，会更好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每天，说不定是每时每刻你都在提现啊，我们提现的这一部分钱它是稳的啊，你再爆仓的话，也不可能把我已经提现的这部分爆了啊，这就是给我们心理上一个安全感啊，其实相比这个手动交易来说，我们做 EA 啊，其实也是同样的。这个心理层面的这个煎熬也会非常的影响我们，只是相比较手动来说会好很多啊，很多啊，对，所以这就是这种疯狂提现的方式啊，它呈现的一个结果啊，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更安全啊，但是最终在盈利能力上会更加的保守啊，这就是有舍有得啊。好，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啊，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啊，对，你自己去测试一下，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